中场焦虑，中年危机是一种谎言。毫无证据的发现，没有人去寻找幸福曲线，因为没有人指望自己能够找到它。中年的时候会经历艰难的情感经历，年老时会变得平静，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但中年危机这个观点相对而言却是很新。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65年，当时出生于加拿大的精神分析师埃里奥特·杰奎斯在发表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文章标题中杜撰了这个词。文章的标题为《死亡与中年危机》。可能并不那么令人吃惊的是，杰奎琳当时快50岁了。我注意到，在40岁至45岁间，杰出人物的创造性工作会出现明显的危机。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人生发展中一个关键阶段。杰奎斯在文章中写道，他将敏锐的洞察力与精神分析师特有的大胆猜想结合起来，并将观察结果扩展为一般性理论。他写道，中年危机不只是发生在创意天才身上的一种反应，每个人都会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中年危机。杰奎斯假设，中年危机开始于34、5岁，原本抽象且遥远的死亡，此时变得具体而个人化。个人停止生长，开始衰老，个人需要面对新的外部环境。成年期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个人已经成家立业，父母老了，孩子即将成年，死亡渐渐临近的想法再也无法被压制，人们无法逃避。这是中年阶段的重要特点。接下来是弗洛伊德式术语的猛烈轰击。杰奎斯的观点归结起来就是：中年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力做什么或者成为什么样的人。个人想实现的愿望实现不了，渴望成为某种人成不了，想要拥有的东西无法拥有。迫近的挫败感特别强烈。50多年之后，相关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关于杰奎斯的观点，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可探讨的内容也很多。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探讨这个话题。可以说，流行文化利用了杰奎斯的基本理念，至少是他的精辟措辞，并且很快让他变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心理学家找不到证明杰奎斯观点的证据。有些人在中年时确实过得很难，但这不是一个多么特别、多么有趣的发现。当心理学家寻找人们在中年时期有什么特殊的事情时，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客观地说，学者们没有发现不一样的方面。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兼人力发展学教授伊莱恩·韦辛顿这样告诉我：2000年，他在《压力在即：美国人与中年危机》一文中写道，他发现在自己随机调查的人中，大约1/4的人表示，在意识到衰老、体力下降或被困在不受欢迎的岗位上时，他们的个人目标和生活方式会突然改变。男性和女性出现中年危机的可能性差不多。维辛顿还写道，然而，对成年期心理痛苦的流行病学研究并没有发现中年是特别痛苦的时期，对男性和女性来说都是如此。人们常说他们陷入了中年危机，但维辛顿猜测，这是因为他们常常在40岁左右遇到困难。有人相信存在中年危机，从他们的个人经历来看，这个词很有道理。他们感到自己在漫长的中年期某个阶段的确遇到了危机，不管中年危机这个词在科学上是否正确，作为一种思考生活的方式，它对人们还是有用的。如果我们相信中年危机真的存在，那它就真的存在，并且会产生影响。韦辛顿对我说，但它更像一种民间智慧或社会传统看法，而不是严谨的科学。心理学家领域的其他人对中年危机的话题没有什么兴趣。威斯康辛大学老年研究所主任卡罗尔·里弗告诉我，我们在数据中基本没有发现相关的证据，像很多心理学家一样，
他认为将中年危机推广到整个生命过程或全人类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特定的人生经历和轨迹更有趣、更重要。在最终的分析中，当谈论这些宏观的、通用的理论时，你讨论的不是真实的人。他说，不要认为某件事情会发生在某个人身上，或者都不会发生，这样对每个人才会很有帮助。最好的是以特征显著的方式来思考，比如某种理论针对谁，在什么情况下成立。这很符合心理学家的工作描述。心理学家是个个体情绪和发展是小群体中的个体，通常在实验室条件下或受控环境中进行。在小群体和特定的情况下，个体所处的环境和人格决定了他们会怎么做。对幸福或不幸隔离出一种统计原因的影响，似乎无关紧要，因为个人不是统计数字，并不能通过概括性的风险因素来认识我们的生活。当然，中年时的压力源是真实的，任何同时照顾父母和孩子的人都可以作证，但是它并非可预测的、可定义的中年综合症。因此，到21世纪头10年，主流心理学认定中年危机的概念没有依据，也没有意义。时至今日，很多人认为中年危机的话题已经结束了。2011年，罗宾·尼克松在美国生活科学网上发表了《中年危机是彻底的谎言》一文。2015年，著名的心理学家苏珊·克劳斯·惠伯恩特在美国今日心理学网上发表了《担心中年危机吗？不用担心，没有这回事》一文。惠特伯恩在文章中提出一些断言，没有证据证明中年危机是一种普遍的经历，它通常根本不是危机。他对年龄段包含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和60多岁的将近500人进行了研究，发现没有中年危机存在的证据。不过，对中年和幸福的不同的思考方式，则需要其他思想者去发现。2015年，我第一次见到安德鲁·奥斯瓦尔德时，他61岁，身材略高，头发灰白，秃顶。奥斯瓦尔德有运动员般的修长体型，这得益于他每天步行2小时的习惯。他身姿笔直，举止含蓄，声音柔和，谈话中充满敏锐的分析。他就职于英国华威大学，这是一所不在意礼节的学校。他穿着一套深蓝色的带紫色和橙色条纹的西装，搭配一条米色领带，穿着一双棕色的鞋子，戴着一顶帽檐很小的软呢帽。奥斯瓦尔德告诉我，他喜欢衣着盛装。他的办公室里有几把椅子，有很多书，还有一块白板，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等式，显然是在作秀。因为奥斯瓦尔德告诉我，他的研究工作都是在家里进行的。交谈过程中，他时不时爆笑。1953年，奥斯瓦尔德出生于英国的布里斯托尔。他的父亲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精神病学家。他们举家搬到爱丁堡，后来又搬到澳大利亚。对奥斯瓦尔德寄予厚望，奥斯瓦尔德超越了父亲的期望。他和初恋女友结了婚，后来获得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使他小有名气。他有2个小孩，现在20多岁了。往轻了说，我是被迫学经济的，奥斯瓦尔德说。20世纪70年代，奥斯瓦尔德看到英国经济状况惨淡，对普通人很不利。我之所以学经济学，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失业、通货膨胀严重，局势动荡。他说，接着笑着补充道：“我决心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英国经济学家争论的焦点是，对失业者来说，失业是否真的是一个严重的话题。虽然现在看来这种争论很奇怪，也许失业的人是自愿的，他们更喜欢休闲而不是工作，或者失业也许没有那么糟糕。英国右翼人士认为，人民或多或少选择了失业，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技能。
政府为他们提供救济金，选择失业对他们来说合情合法。奥斯瓦尔德说，在100多年里，这个问题曾经是经济学家的核心问题。应该把失业作为一种平衡，还是绝对的人类灾难？奥斯瓦尔德认为他可能是绝对的人类灾难，这个怀疑引导他进入了劳动经济学领域，也就是研究工作和工资的经济学。不过，奥斯瓦尔德的研究注重的是工作和工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1979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关于基于他人收入来评价自己收入的相对关系。当时这一现象不如今天这么广为人知。他注意到，工会执着于相对收入，使工会成员收入等于或高于其他人的收入。我凭直觉认为这是驱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在那时，奥斯瓦尔德对主观因素的兴趣使他和他的研究显得非常反常，但他不在乎。他曾经对自己说，现在依然对于年轻的学者这样说：如果每个人都喜欢你的研究，那你可以确定它不重要了。我有一个很顽固的特点，即我确信自己知道什么重要。同样不寻常的是，奥斯瓦尔德认为数据胜过理论，尽管在今天已经不稀奇了。我们在牛津大学的传统中成长，潜移默化地认为数据不重要。他接受了教育，使他们认为有才智的经济学家从事的是数学研究，而不是卑贱的实证工作。现在他把这种观点称为危险且糟糕的东西。后来，奥斯瓦尔德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展现了他的数学模型，但对方回应很冷漠。他们说：“不错，安德鲁，但证据在哪儿？”这太有教育意义了，也非常令人痛苦。证据在哪儿？这是什么意思？奥斯瓦尔德困惑不已。他重塑了自己的思维。我意识到，真正有才智的人会运用证据。他才成为了一个大数据分析者。若干年后，这个术语才出现。也许对于大数据、逆向思维和主观幸福感感兴趣的学者，会不可避免地认为幸福经济学非常有吸引力。我关心失业对人们有什么影响。我发现了巨大的数据集，关于人们对幸福的看法的数据，找出其中的模式似乎理所当然。而此时，伊斯特林开创性的研究依然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但是这个行业对主观幸福感完全缺乏的兴趣，反而让这个主题更加吸引人。我知道没人喜欢这个主题，可能永远都没有发表的机会，但是它对我太有吸引力了。这个问题显然是最重要的。我们试图理解人类的幸福、经济因素和其他因素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这可能是所有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正如乔舒亚·沃尔夫深刻在二人的力量关系如何驱动创造力中所写，很多伟大的创意都来自二人组合，差异很大的两个人相互补充，成了一种超级思维者或超级创造者。比如披头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凯特尼，再比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以及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他们都是政治上的伙伴，融合了个人自由和宪法秩序。尽管二人组中每个成员都很有才华，但他们的组合引发着巨大的化学反应，因此获得了更加非凡的成就。大约在发现关于幸福的大数据时，奥斯瓦尔德遇到了自己的创意反应物戴维·布兰奇劳尔。他是个天才，奥斯瓦尔德说，一个数据天才。